在芬兰进入7月之后，我们的院子终于迎来了第一批成熟的果实。19年，妈妈在院子里种下一棵瘦小的樱桃树，经历了5个漫长冬季的洗礼，它不仅存活了下来，还在今年结满了甜樱桃。小时候，我总是对樱桃味的饮料或者甜品有着不自觉的抵触，因为童年总是感冒发烧。樱桃味的止咳糖浆是大人会主动送到我嘴边的甜食，尽管这是当时为数不多我不会抗拒的药品，但味觉的感受却总是和生病的体验关联在一起，让我很长一段时间对樱桃的味道产生本能的抗拒。不过现在的我早已没了那份不悦，成了一个没有忌口的成年人。这真大呀，有车厘子的一半了。玩意儿真大，你知道原来就都没有我，可能也就小拇指。你准备拿它做什么？冰淇淋。就做冰激凌啊。樱桃洗净之后，去除中间的果核，这是最需要耐心的一步。处理好的果肉直接放入锅中，用工具将果肉碾碎，挤压出果汁，加入白糖，中小火将果肉熬成果酱。果酱可以做得稍稍偏甜一点，这样制作冰淇淋奶油的时候就不用额外放糖了。接下来制作冰淇淋的基底，500克奶油搅拌至打发，当奶油呈现酸奶一样的质地就可以了。打好的奶油一分为2，一部分加入樱桃酱，另一部分奶油中加入海盐焦糖酱。奶油放进裱花袋，挤在容器里。2种颜色的奶油交叉摆放，完成的冰淇淋颜色也会更加好看。最后加一些浆果作为点缀，盖好盖子，放入冰箱里冷藏1晚就完成了。等待冰淇淋冷冻的期间，院子里的事情也不能停下来。经过2周的时间，种植箱里的胡萝卜终于发芽了。
因为播种时种子分布的不够均匀，让不少幼苗挤在了一起。这时候就需要做一次间苗，以保证每棵幼苗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。发现杂草要及时清除，如果看到长势不佳的苗，待遇也和杂草一样，心怀不忍，可能会耽误了整个种植箱的产量。间苗之后，为了及时补充养分，还需要再给胡萝卜幼苗追加一次肥料。应该是松鼠带来的吧？它经常到我院子里来藏食物，它自己藏的都不知道，最后经过1夜的时间，冰淇淋成型了，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要不再做个司康一起吃吧。准备300克面粉，加入30克糖、8克泡打粉以及5克的盐，额外可以再加一些柠檬皮碎，为司康增添一些清新的味道。调料充分混合后，加入100克室温软化的黄油，揉捏均匀。最后依次加入2个鸡蛋和50毫升淡奶油。揉好的面团平铺成面饼，再用模具分割成小份的圆饼。我们家没有现成的烘焙模具，所以用煎蛋的器具代替，一样的好用。将蛋黄均匀地涂抹在面饼上，注意不要让周围的切面沾到，影响起酥。点缀一些浆果，送入烤箱180度，烤至20分钟。